为什么？你为了他们要杀了我？哼，那我便杀了他们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扯平了。天耀，你要干嘛？大师兄，师傅。哦，还有一个呢。龙主，龙主，我在这儿，龙主。不要过来，快走！龙主，天耀，他如今已经成为黑旗之主的傀儡，力量蛮横霸道，你只能用幽冥符，才可去对付他。妖龙被黑旗吞噬了心智，幽冥符有解决黑旗的办法。幽冥符，燕魂，快用幽冥符杀了妖龙！天耀，你一定要把他杀掉，要不然天下都危险了。幽冥符，不对，杀了他！不对，师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大师兄关心我，但平时对我都是凶巴巴的。天耀根本不会被黑旗附体。长兰为什么也会在？我们之间的事情与长兰根本就毫无关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赵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那这第三关到底在考验什么呀？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取得幽冥符？天耀，为什么？原是我负了这恶果，便由我来承担。你逆着方向，我早该还你。发人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失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
看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天瑶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看来这最后一关，在考验是不是对彼此心存不舍与爱意。天瑶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妖魂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想到竟然被这屏风给甩出来了。在这里面做什么事都是处处意想不到。你没事就好。国主夫人，国主夫人，我之前在那罗盘里不是见过吗？这才认出来了。估计这是国主夫人留下的影像吧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人经历4重考验，娶到幽冥妇。4重，不是3重吗？此杖术须得有玄门与妖族之人同时入内，方可开启。在第1关考验开始前，便已有了无形的考验。心无偏见。正是，幽冥赋乃救人之术，只有心怀正念者，我才能够放心托付。反正，总算是通关了。此幻境，第1关问你心中是否有人，心中无他人者，无慈悲，不可得此术。哦，原来是在问慈悲啊！给白小生搞的，非得找什么有情人。那，你第1关的过法，也算是慈悲吧？手起刀落，不伤人性命，大慈大悲。第2关，前路未卜，问信人。信他亦是信己，心中无信者，无恒性，不可得此术。第3关，问取舍，救一人与救天下，如何取舍？救一人，是正确答案。多的是为了救天下而毁了天下的人，一人不救，何以救天下？那不如先救救我吧。幽冥府，你们虽非同族，却能同心，我很欣慰。你们好好修炼，希望我与陈毅当年没能做成的事，你们能够做成。费了这么多功夫，总算是拿到了。你体内的黑气，终于可以解决了。算算时间，从我们第1次在铜锣村相见，到现在，也过去许久了。这一路上，你虽然3番2次的害了我，他杀了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对不起。但是你也3番2次的救了我。像之前被巫锦追杀的时候，还有在迷雾森林我被困住的时候。站在我身后。
你虽然用了意料之外的方式逃了护心莲，但是你也帮我拿到了幽冥符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个的恩怨也算是了结了。情不自禁温柔。那你还怕我吗？时光走慢，点滴都是情书。好像没那么怕了。来青丘也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早就该放下了。好了，该走了。映辉，写满了篇章，你是浪漫是起点，融化我全部。凭一心那夜，忧郁，你所说的话，可还算数？那我借你一颗，等以后我再把真的那颗找给你。你觉得呢？如今玄妖两族关系紧张，你以后要取身体，恐怕更难。我没办法再帮你了，你自己小心。我祝愿你早日取回身体。等你取完了之后，也希望你不要再执着于以前的仇恨。还有这个，人总是要往前走的。那你还会再给我一次心吗？我给过了。两位，你们好啊！拜什么呀？他又看不见。抱歉啊，抱歉，他书读的少，有点唐突了，抱歉啊。无妨，虚礼而已。啊，对了，天耀我已经安排去休息了，你们无需担心。稍后我再与他叙旧。二叔竟跟龙主认识啊？我跟他曾是挚友。说起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哎，楚离，那不如你先带2位宾客到宫里面去游玩一番，晚上我叫人准备一场丰盛的宴席，为大家接风洗尘。好的，二叔，走吧。告辞。实在没想到他俩居然认识。你是在感叹什么吗？我就觉得吧，那条龙竟然有朋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特别安静啊？那个叽叽喳喳的小环妖呢？什么鬼啊！
你才是鬼，短腿鬼，叽叽喳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今天入青丘王宫，我堂堂一幻妖女王，难道要对你们青丘监国王爷行礼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在我腰带里啊？那还不是因为龙主的不敢藏，藏你的才能确定没人能搜身吗？你倒是算得行。既然到了这青丘王宫，我们便要开始寻找桐树师了。怎么了？在我们青丘王宫，不能提这种修邪门术法的人。怎么就不能提？我就提。桐树就是靠黑气才能炼成的。我阿娘一直都在寻找去除黑气的办法。你们一来青丘，就找桐树师？你找桐树师干什么？报仇。亏你还是个青丘世子，连提一句桐树师都怕。你阿娘毕生为驱除黑气而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怕，我不怕，我自己找去。哼！哎，你等等，我那个罗盘可能会有用啊。既然他俩都走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打发他们。走，带你去找青丘秘宝。青丘秘宝不是失踪了吗？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失踪了呢？没想到1别20年，我们还能再相遇。长兰这些年过得如何？鱼命一条，苟活而已。但我倒是听说，你在广寒门封印了素影，对吗？恭喜你，大仇得报。没什么好恭喜的，这也并不算是一件好事。现在这些过往，也总算了结了。然而我又做了一件错事。错事？我为了复仇，让他人承担了恶果。他人？便是方才竹离与你说的那位玄门的姑娘。所以你这次来青丘，就是为了这个姑娘？那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得上忙？她的身体有些异样，我这次来青丘就是想将她治好。若是疗伤的话，我青丘有一个仆房医师，他应该可以帮得上忙的。不必了，她的病有些特殊。那天耀，不如你就先留在青丘吧。虽然我如今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我还是可以陪你聊聊天，给你出出主意，或者可以帮你得到燕姑娘的原谅。我只愿她身体无恙，其余并无奢求。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改变。对了，你们这有本奇书，叫做《幽冥赋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，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你可知道此书的下落？此物一直被保管在一个屏风里面，待有缘人去治。只可惜，这屏风在10几年前就已经不见了，到今天也没能查出个结果。到了。你竟然将青丘秘宝藏在这树洞里？离青丘王宫这么近。哇！你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，你真是艺高人胆大。但你别担心，这个树洞连接到的是我的隐穴，不会有人破得了的。走吧。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也不带个蜡烛？明慧，别怕，牵着我的手，我带你走。哦，你
既然可以点灯，刚才为什么不点？哎呀，头发！我都忘了我可以点亮这里的灯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扇屏风啊！轻舟泛月风凛然，疑是山隐雪后来。这屏风也是雪岭之物。嗯，而我们要找的幽冥赋就在里头。哦，这屏风有何玄机啊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道屏风意味着3道障术，需要一对玄妖有情人来一一破解。只可惜，之前我带来的有情人连第1道屏障都没有破解，导致我也无缘知道后面2道到底是要做什么。这第1道障术是什么呀？其实说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回答问题而已。回答问题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攻略。之前所有有情人被问过的问题，都在这个上面。男方幼时乳名叫什么？女方最爱喝的茶是什么？男方脚底的痣有几颗？是什么颜色？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多，你到底让多少有情人尝试过啊？太多了，多到记不清了。反正这10几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。那你都试了这么多次，里面要问什么问题，你都提前猜到了吧？我知道有什么用啊？2个人都得答对才行。哦。哎，你说我现在去哪儿找一对现成的有情人呢？好像就剩我们俩了。白小生，你看啊，你是妖族人，我是玄门人。虽然我俩不是真正的有情人，但我觉得这第1道障术不是非得有情人才能解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你都积累这么多经验了，如果我们提前把这些题背好，先对好答案，说不定也能解了呢。所以你是想要用作弊的方式来骗过这道障术？然而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用？你之前试过了？你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。我曾经啊带1男1女进去过，我让姐妹进去过，我让兄弟进去过，我甚至还扮女装跟一个男人进去过。牺牲这么大，可惜啊，我没用。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？听我的，我们就试试背题对答案。我们试试吧。看着我干嘛？不要再盯着我看了，赶紧拿书去看啊！再沾一碗。你这个罗盘真能帮我找到童术师？我怎么不信呢？当然，这个法宝专门克制黑气，如果童术师在附近，这个罗盘一定会有反应，相信我很好用的。可这个罗盘自从出了旷野之后，就再无动静了。
现在连这个指针都动不了了。哎，我幻妖戒指有认主这么一说，只有真正的主人才能唤醒这戒指里面的力量。你这个罗盘，怕不是也是如此？他现在不认这个主人？老子乃青丘唯一的世子，大国主嫡亲的儿子，他怎敢不认？对，那你就是不会用喽。胡说！要我说，就是我们青丘根本没有你要找的那种学邪门术法的人。哎，龙主。龙主，您来的正好。我听说龙是世间最为聪慧的存在，您看我这罗盘为何再难转动了？此物，我也看不太明白。啊？什么眼神？什么态度？无妨，你们可以见到燕回。这几天我都找不到他。哦，他和白小生回去了，在那个吊桥那边的小院里面。这几天不知道在忙什么，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人说呢。龙主，我这罗盘。哎呀，你难道没看出来龙主他不高兴了吗？还不是你多嘴。燕回，今天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明天再战吧。不行，这才哪到哪啊？我还能背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倒是鲜少看到你这么刻苦。幽冥赋近在咫尺，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，哪能偷懒？你不要命了，你也抓紧背吧。好，背。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幽冥赋的下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考考你，帮你加深印象。我怕你，来吧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太简单了，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……包子。你说你背了这么久，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？下一题肯定答对。好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正要这么说。麻烦请你背诵并抄写100遍，牢牢记住标准答案。包子，挥金如土，自由自在，背下来了。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，白白燃烧了1个晚上。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？只是你问的，我刚好没有背到而已。那你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比如说，你最珍贵的东西是性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总算答对了，没错。就说我有在背吧。他原本只是要平平安安的生活，而我却一直让他步入险境，利用他，折磨他的情感，威胁他的性命，让他卷入各种争端。我从未对你行素影之事，可你却变成了第2个素影。他最珍贵的东西，却被我侵蚀了。你放过我吧。
去力见黑气之主，已经过了快1个月了。若再不取得幽冥符，不死也得疯啊！是你，是幻觉。必须赶紧去取幽冥符了，也不知明天到底能不能行。谁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不是已经立了字据了吗？你体内的黑气是否有异动？我知你不愿意见我，但此事攸关你的性命，你且听我一句。我也知晓取幽冥符需考验两人默契，我可以随你去取幽冥符。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，论默契，我胜于白小生。不用了，我做不到，我还是害怕你。你不用管我了，我自己取就行。黑气我会尽力压制，幽冥符我会和白小生想办法的。你回去吧，赶紧的。你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，最喜欢的食物是苹果。叶痕，你最讨厌别人叫你阿生，你刚刚叫我吗？这是第一次，有人这么努力的记住我所有的喜好。你怎么这么悠闲啊？你怎么这么焦虑啊？我在陈星山就从来没有考好过，这次可是性命攸关的考试，我紧张。你也赶紧背背，别一会儿进去忘了。我都不用复习，全在心里啦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啊？白小生，我就是在跟你好好说话。你别忘了，待会儿我们进去是要扮演一对有情人。来，你来试试看，调动一下那种状态。我快记不住了，我们能不能快点进去啊？好吧。